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通古斯卡，来钓一下黄斑红点龟。最近的话，热门点位有2个，整体的效果的话还算不错，也算黄斑红点龟的一个大开口的时间。那说一下今天的配置，鱼竿的话，建议还是使用顶级反车竿，类似的那种比较强力的反车竿。这边的话没有其他选择。鱼轮的话，使用文家10000线杯，或者说是图灵8000线杯类似的轮子，也是完全可以满足要求。那鱼钩的话，一般是选择巨鳄型号。至于是不是红色的钩子或者说是黑色的钩子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个人感觉是一种心理作用。那最后的话，尼尔的话也是板单非常热门的勺子25克004号，那这个基本也是黄斑红点龟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选择标准。那继续往下说一下配置当中的线组搭配。主线的话，使用的60公斤的彩虹编织线已经是完全够用。那引线的话，一般是有2种选择，要么使用17.4公斤的浮碳树脂线，要么就是使用大概20公斤出头的一个浮碳树脂线。其实2种选择都是可以，无非就是拉力差了一些，但是影响并不大。主要是因为这边的鱼口的变化，如果使用太粗的引线，可能鱼口会相对比较差一些。那这边的转速的设置的话，大概设置在8，但我觉得其实超过12也是完全 OK，小于20就可以。那说一下这边的注意事项，那前往这个点位进行钓鱼的时候，请务必注意要在钓鱼上买够足够的材料，也就是备用材料要足够多。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虽然目标鱼有上述的4种，类似黄斑红点龟、北极红点龟，甚至是东西伯利亚回鱼跟细鳞龟，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可怕的鱼，就是狗鱼。狗鱼的话，在这个点位上，因为远抛的整个距离比较长，所以整个长距离下来的话，狗鱼的遭遇次数还是相对比较多。那按照前面设置的一个引线的一个范畴，基本上来说，20公斤左右的引线，只要大概是超过2.5公斤的狗鱼，就有可能造成引线的破损。所以我在这边大概打了3天左右，限时3天时间。那基本上断了大概10几根的引线。那制作引线的话，需要有一定的线组材料。那同时的话，因为也会丢失原先的勺子路亚，整个尼尔的损失也相对比较大。所以出发之前要备好足够的材料，以便在突然遇到狗鱼咬到引线这个非常不好的情况的时候，能有足够的备货。那这边的鱼口的话，主要也是在白天吧，不过大开口期的话，晚上的鱼口相对也相当不错。整体的鱼种比例的话，我个人觉得黄斑红点龟跟北极红点龟基本可以达到5-5开的这种程度，大概一半一半的一个占比。只不过其他鱼的话，可能还有在总的鱼货占比当中有20%左右的一个比例，所以相对来说也算不错。那其实来说，碰瓷其他类型的鱼也是完全有可能。
这里是得到一个北极红点龟的奖杯以及一张新的卡牌。大家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一一的回答。回到鱼市这边，看一下整体的收益。基本上2个多小时也1000银币，还是不错的。